急进中兵，会出现很多局面，杀招已至，然而对方却浑然不知。各位棋友，今天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非常凶狠的残局杀法。我们快速进入棋局。这里急进中兵呢，前面开局的走法可以说大同小异，它始终会形成马炮争雄的局面。红方进兵，黑方平炮。这里平炮对车，红方平车避开，退炮进兵。好，我们快速形成这一个开局。接下来黑方选择七卒进行了还击，红方上马，黑方进卒吃掉，此时再次跃马而上。走到这里，黑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象三进五，提前既补后中路，也是形成了在这里弃马，将来出车抓马。但是他这里还有一个进攻的走法，选择车八进八，既卡住象腰，将来有五步穿草马，还有一个平车过来，既抓炮又压马，形成一个子力补偿。红方上马，接下来黑方在这里选择飞象。当然，如果说快速形成五步穿草马的话，经过前面几局这都是一个假象，黑方并不能走到真正的局面。那么接下来现在红方行棋，这里如果说上马吃的话，这是黑方最愿意看到的棋局，因为可以快速车一平三，这里也是我们前面讲过黑方最为顽强的一个硬招。但是今天这一局红方走了一个稍微与众不同。大家看看，这里是有一个非常凶狠的飞刀变化。如果是你的话，看能不能走出来呢？咱们话不多说，红方直接上马，这里开局弃一个炮。换做我们常规思维的话，如果说没有一定的水平的话，这一步棋可以说很难走出来。这被对方这不是白打了吗？你这里到底有什么凶狠的手段呢？咱们先看看，在这个局面之下，黑方到底是进炮打掉炮呢，还是伺机而动呢？这里能不能再次有五步穿草马呢？我们也稍作演示。比如说先不吃炮的话，上马踩车进炮打底象，红方平车，此时再上马的话，红方进车吃掉炮，吃完之后接下来上马，既有卧槽绝杀，还有挂角绝杀，但是红方一步平炮的话，好了，这里很明显挡住了卧槽，没有办法挂角，这个五步穿草马显然是假棋。但是反观红方的子力车双马双兵以及中路有炮的话，已经形成非常强大的威胁，那局面对红方来说显然是占优。好，我们返回到这里。当然在这里大家看看，不吃这个炮没有理由黑方果断进炮打掉。然而我们在很多时候下棋也要分析一下，对方开局送给你这一个子吃的话，会不会有后续的连续进攻手段呢？这也是巧妙设计陷阱的主要变化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红方连续的精妙手段。首先第一步就是进车吃炮，这步棋显然有几个意图，大家不妨在这里猜测一下。首先最为直观的是吃炮，第二个是上马吃马，始终有这一步棋，第三个是这个车的位置卡住的象腰，它是不是意图在上马吃象呢？接下来我们看黑方的几个防守策略，退车守住炮以及回马守住象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，那显然守住炮的话，红方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然而是直取中路。那现在很明显，接下来下一步棋上马的话，这里既将军又抽车，黑方快速出车，既避让，同时又捉着红方这个马。那红方快速起车，目的很明确，当你进车吃马的时候，我跳马一将军的话，这里平车就是个杀棋，黑方平炮避让，将来退回去防守。红方穷追不舍，再次退炮。那么好了，你这里卧槽这个棋是没有了，然而已经解杀了。但是红方在这里一计不成，再生一计。
上马踩掉炮，这里进车吃掉马。好了，这个平均的局面看起来好像是双方已经形成一个交换。一轮分析下来，显然是黑方双马一炮双车，红方单缺了一个子列，显然红方丢了一个子。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弃子是有攻杀的。大家看看，如果说你是红方的话，接下来有没有入局做杀的手段呢？这里也是残局攻的一个体现。我们直接为大家走出来，弃车砍掉中士，妙手入局，可以说惊天霹雳。那现在要不要吃呢？首先说明这里是车将着军，马将着军，双将。他老将是不能动的，如果说出车的话，进车一砍的话，就是个杀棋，那只能将5进1吃掉。因为车马双将的话，必须动老将。那接下来红方采取进兵的话，就已经形成连招的杀棋了。这里首先说明他有飞象以及平将两个走法。首先我们看，如果说象棋进5补后中路的话，这里很明显，这个卧槽马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。进兵吃掉象，这里来一个将军。如果说将5平4的话，进车砍炮绝杀，只能将5平6。此时再次照头来一棒子的话，很明显，上马平卒有多少吃多少，完全是没有办法替老将挡枪，已经形成一个绝杀。好，我们返回到这里。当红方进兵吃卒将军的时候，黑方他要不要直接出将呢？将5平4，或者说将5平6。首先我们看将5平4的变化，那这时候红方进兵吃掉炮，可以说走得非常的凶狠，而且也非常的大胆。可以说在这里弃双车，黑方仅此一步，进将吃掉，此时平兵一将，老将来不了中路，这里有卧槽马，只能退。平炮绝杀无解，中路无子可挡，无子可垫。好，返回到这里，当然还有更加顽强的走法。我们依然是形成这个局面，黑方将5平6，稍微更加顽强一点。此时红方依然是故技重施，照头来一将军，平炮挡枪，弃车砍掉炮，进将吃掉车，仅此一步。此时再次平兵一将军，不能来中路，这里同样是有马，但是这里稍微就有所不同了。我平卒，这里一将军的话只能退将，此时平炮一将军，我平卒。那这里接下来依然是进兵绝杀，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马7进6，同样是这样一个招法。由此可见呢，这个杀法弃双车，最后形成了马炮兵3个子的组合，显然是非常凶狠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入局杀法非常的精妙呢？我们再次回到先前的这个局面，当红方进车吃炮的时候，那很明显意图是上马踩象，并不是为了吃这个炮。然而黑方第二个走法，既退马同时守住这个象，可以说一举两得，暂时减轻了压力。那你即便是平车吃掉炮的话，我先前进炮打掉你一个，形成一个等价交换，黑方也不亏呀。但是这里先手还吃着马，黑方退车回来守住。此时我们再次看看红方又该如何快速入局呢？这里同样出车抓炮，这个炮也只好选择避让，此时上马踩掉卒，双马一兵，同时炮已经兵临城下。这时候一路车赶快出动，因为待在老家太久了，进车守住马。好了，大家再观察一下，现在可以说黑云压成陈玉摧，红方双车双马以及中路炮兵已经大部分人马全部都已经围攻上来了，黑方必须得做出一定的回应。此时这招棋也务必会走进卒吃掉兵，因为你不吃的话，红方
反而会先下手为强。此时吃完之后，黑一方回马踩掉小卒。这里接下来又为大家展现了非常精妙的入局手法。这里很明显中路有炮，此时跳马挂角就是个杀棋。当然马5进6的话，这里退炮就给打掉了。那很明显要守住6路线。此时黑方选择了一个马7进8。那接下来大家看看红方又该如何入局呢？这里红方来了一个车8进2。可以说这个局面非常的平静，同时黑方在这里一看，好像有一个便宜可占呢。目前红方没有杀棋，黑方进车吃掉兵，车离开底线，马踩着车，看起来这步棋很不错，实际上已经帮助红方形成了杀招。我们就看看红方此时的入局手法，直接明知山有虎，却偏向虎山行。跳马挂角一将军，黑方仅此一步，退炮打掉，此时平车砍中士。这里是典型的大刀剜心手法，这里一将军没有办法呀，只能选择乘势吃掉，进车砍象，绝杀无解。可以说啊，大刀非常的凶狠。好，我们返回来，显然这个进车吃兵的走法显然是有些失误，太过于莽撞了。那么我们看看他还有比较顽强的走法。现在我就不吃你这个小兵了。那在这里黑一方接下来又做了一个比较顽强的考虑，主要是因为这个马把老将的唯一出路给挡得死死的，选择马4进3。这里既跟你对马，同时也准备形成一个将来炮退回来进行防守。如果说上马吃掉，进车吃，你退车进车将军的手，他这个炮正好退回去。但实际上这里也是一个快速的杀棋，因为这里还有跳马挂角，显然是招架不住。当然这是我们常规的走法。接下来我们再次看看红方依然是故技重施，同样是这一招，难道就有所不同吗？显然这里将军还上马踩着车，也没有办法，只好退炮吃掉。吃完之后依然是故技重施，但是我这时候不是有出路了吗？可以逃开呀。是吃车的话，你进去砍象杀棋，但是这里又有两种凶狠的杀法。前车借助后炮的力量直接进车是杀棋，当然还有借助霸王车的力量平车，同样是杀。老将来不了中路啊。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两个在非常平静的局面已经形成快刀杀？大家有没有觉得比较精彩呢？如果说觉得今天的棋局还不错的话，欢迎棋友们帮忙评论区点赞，来个强烈推荐，非常感谢一下棋友们。